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土灶做饭，蹲路边吃炒面，土气的赵丽颖打了多少女星的脸？1992年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花瓶，巩俐穿上厚重的棉大衣，头裹纱布，挺着笨拙的大肚子走进了陕西某个街道。只见她面红耳赤，神情茫然，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扶着板车缓缓前进。而周围所有人也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村妇正是大明星巩俐。为了追求真实感，张艺谋采用偷拍式摄像，过程中只有2个机位，而演员则真正融入人群，通过隐藏设备沟通。镜头中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天然真实的，他们对巩俐的忽视，正是对演技的绝佳证明。后来秋菊打官司名利兼收，巩俐也拿到威尼斯影后，一跃成为国际巨星，用一张红彤彤的脸砸碎了花瓶称号。与前辈对艺术追求的一脉相承，还有经典社会文学的《昨日重现》，同样改编自秋菊打官司原著《万家诉讼》，前有巩俐，后有赵丽颖。好了，不卖关子， Happiness to 10,000 Homes 可以通俗解释为剧版秋菊打官司，但古偶女王演秋菊，能有人看吗？看完数据，我觉得恐怕要提前预定下一个现象级大剧。截止到上线前， Happiness to 10,000 Homes 预约已经超过330万人，330万双眼迫不及待想看。该剧在上映阶段时，导演还鬼丈夫闻风而来，但因为性格懦弱，又愧于婚闹习俗，在门口举棋不定，眼睁睁看着妹妹被流氓欺负。直到新娘和幸福听到妹妹呼喊，二话没说就是一脚踹开房门，抄起板凳就是当头一棒，妹妹获救，流氓头破血流。何幸福的勇敢举动扭转了悲剧，按理说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可救下妹妹的何幸福竟然成了公婆眼中的坏人。婆婆为凶手开脱，传家那是给咱家闹喜的，我们这都是这样，有的地方比这个还过呢。公公也吓破了胆，你知道你刚才砸的是谁吗？那是万书记的儿子，凭什么要莫扰遍了整个省县？30年后，何幸福的妹妹还在被这种乡绅恶霸按在床上侮辱。最后旁观者不以为然，见义勇为的反而成了罪人。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，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，那人还活着是人吗？不顾公婆的反对，不顾全村人的冷眼，何幸福只身一人踏上对抗强权之路，孤独地对抗整个落后文化形成的一张巨大的迂腐网。可脚下的路无时无刻不在摧残他的意志。流氓婚闹后是土地纷争，土地纷争后是人身伤害，再是水污染，再是学名被顶替。正如剧名 Happiness to 10,000 Homes， 何幸福要跑遍万家，状告万家，最后还把幸福送到万家。40集要讲完5个大案，每个大案背后都是与中国人息息相关。从回望过去到展望未来，从艺术贴近现实，在不断升级矛盾的同时衬托出何幸福的成长，更投射出整个时代女性的新风貌。面对强权恶霸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妇或许是最不起眼的存在，但也是最为坚韧不屈的力量。她倔轴不到黄河不死心，同样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火种。这是一场新时代女性对旧社会的刺破，以点位面震荡整个社会。何幸福为了讨个说法，把整个村搅得天翻地覆，越是有人想捂住她的嘴，她就叫得越大声。在一声声凭什么的质问中，以星星之火唤醒女性燎原之势，以一个村妇的视角剖析整个时代。看到这里，或许你会惊讶 Happiness to 10,000 Homes 导演和编剧的野心，但真提起他们的名字，你就会立刻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呢。导演郑晓龙，
编剧赵东陵。郑晓龙被誉为国产剧教父，是电视剧中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很多人知道郑晓龙的名字是因为那部长尾效应超强的《甄嬛传》，但其实比起古装权谋，郑晓龙更拿手的是现实主义题材。无论是几亿人同时看的《凯旋在子夜》，还是后来的大爆热剧《渴望》，编剧部的故事金婚随手拿出都是让人能吃一辈子的传世佳作。去年一部9.0高分的神剧《功勋》，同样出自总导演郑晓龙之手。可以说郑晓龙一出手，完全可以闭着眼卖票，更别提还有一位神编剧赵东陵。赵东陵拿手的同样也是现实题材，找到赵丽颖，就是看上了她这股劲儿。赵丽颖有演好幸福这个人物那种气质，她身上的那股倔劲儿适合出演幸福一角。无独有偶，2006年在雅虎搜星活动上初露锋芒的赵丽颖，也是被冯小刚评价这小丫头身上有股子愣劲，吸引人。回望赵丽颖的成名史，不同于其他争奇斗艳的85花，赵丽颖能够脱颖而出，其中多半要得益于她身上由内而外的坚毅，也就是愣劲儿。不撞南墙不回头，这正好与剧中的和幸福不谋而合。更别提赵丽颖从不避讳自己的农村出身，与的歌同样都是未经雕琢，都是满满的生活气息。比如在农村土灶上做饭，她穿着破围裙忙前忙后，拿着锅刷子扫锅底的脏水，下意识的擦手习惯就让网友破防。哥围裙擦手太真实了。再说赵丽颖擦玻璃那场戏，预告片仅闪过几秒，我却印象极深。自然倾斜的体态，因为用力导致挺胸，一个挥手就让全身不自觉震动。如果她遮住脸，恐怕我真会以为她是保洁阿姨。这种形体是根本没办法观察学习的，只有真真切切蹲在那里，想把眼前的玻璃擦干净，才会让人感同身受。有意思的是，从2020年 Happiness to 10,000 后少女，还有的50多岁竖起双马尾，无论混到何种境界，永远放不下对于青春容貌的执念。直到赵丽颖的出现，终于打破了这毫无营养的内卷，坦然接受岁月甚至是出身，并赋予给角色新生。戏里戏外，赵丽颖与和幸福活成了一个人，脱身世俗桎梏，义无反顾实现自我价值。她会超越巩俐吗？我不敢说大话，但剧版秋菊打官司的名号，她担得起。